博科技深度解析，两融高位博弈下的业绩爆发与筹码集中，长线逻辑是否依然坚挺？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在这个年中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咱们今天来深度聊一聊近期在科技硬件板块中颇受关注的一只标的亿博科技。最近关于亿博科技的融资融券数据、一季度亮眼的财报以及股东结构的微妙变化，在市场上引发了不少讨论。说实话，看一家公司不能只看表面的涨跌，更要透过数据去看背后的资金博弈、业务成色以及管理层的诚意。今天我就结合最新的公开数据，用咱们老百姓听得懂但又不失专业深度的大白话，给大家把亿博科技里里外外梳理一遍，希望能为大家的投资决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融资盘的高位博弈、多空分歧下的资金拉锯。咱们先来看看最敏感的两融数据。6月12日，亿博科技股价微跌 0.42%， 全天成交额达到了 5.42 亿元，这个交投活跃度在同类市值的公司中算是相当不错的。从两融明细来看，当天融资买入额为 5800.59 万元，但融资偿还额达到了 5864.62 万元，最终融资净买入为负 64.03 万元。截至6月12日，亿博科技的融资融券余额合计为 2.84 亿元，其中融资余额占据了绝对大头，达到了 2.84 亿元，占其流通市值的 2.98%。更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这个融资余额水平已经超过了近一年 80% 的分位水平，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区间。看到这个数据，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只股票里的杠杆资金非常活跃，但同时也到了分歧加大的阶段，融资余额处于近一年 80% 的高分位，说明前期有大量的看好资金通过借钱加杠杆的方式埋伏了进去，市场对它的基本面是有期待的。但是6月12日当天融资净买入转为负数，这意味着在当前位置，部分融资客选择了获利了结或者止损离场，多空双方在这里产生了明显的拉锯。对于投资者而言，融资盘处于高位是一把双刃剑，行情好时它是助推器，但一旦市场风向微调，高位的融资盘也容易成为踩踏式抛售的隐患。所以咱们在关注它的时候，必须紧盯后续融资余额是继续攀升还是稳步下降，这直接关系到短期股价的弹性与风险融券数据的微妙信号。绝对量虽小，但情绪指标不容忽视。看完了融资，咱们再来瞅瞅融券这边。6月12日当天，亿博科技的融券偿还量为0股，融券卖出量为500股，按当日收盘价计算，卖出金额仅为 2.27 万元。截至当日，融券余量为8400股，融券余额为 38.17 万元。单看这几个绝对数字，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点钱算什么，连塞牙缝都不够。但是请注意数据背后的另一个维度，这个融券余额水平已经超过了近一年 90% 的分位水平，同样处于历史高位。很多朋友可能会疑惑，绝对金额这么小，为什么分位数却这么高？这其实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亿博科技作为一只流通盘不算特别大的科技股，其融券的基数一直很低，现在融券余额处于 90% 的高分位，说明相对于它自身的历史状态，当前的做空力量或者对冲需求是在显著增加的。虽然这500股的卖出不足以对盘面造成实质性打压，但它像是一个情绪温度计。在融资盘高位的背景下，融券分位数也在高位，说明部分聪明资金或者量化机构正在利用融券工具进行风险对冲，或者对短期估值存在一定的疑虑。咱们做投资不怕有分歧，就怕一边倒。这种多空工具同时处于活跃状态，恰恰说明市场正在对这家公司进行重新定价。咱们不妨多一点耐心，观察这种博弈最终会向哪个方向倾斜。商业模式与护城河，一站式硬件创新服务商的底气。跳出短期的资金博弈，咱们得回归公司的基本面，看看亿博科技到底是靠什么吃饭的。
资料显示，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大社区深南大道9819号地铁金融科技大厦11F。懂行的朋友一看这个地址就知道，这可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硅谷核心区，周围环绕着腾讯、大疆等顶尖科技企业，产业聚集效应极强。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24日，并于2022年9月26日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它的主营业务非常清晰，以印制电路板 PCB 设计服务为基础，同时提供印制电路板装配 PCBA 制造服务，定位为一站式硬件创新服务商。从收入构成来看， PCBA 制造服务贡献了 79.69% 的营收， PCB 设计服务占 19.61%， 其他补充业务占 0.70%。 一博科技最核心的护城河就在于这个一站式和以设计带动制造的商业模式。大家知道，传统的 PCB 制造企业往往陷入同质化的价格战，毛利率被压得很低，但一博科技不一样，它从最前端的 PCB 设计环节就切入客户的研发流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能更早地锁定客户，建立极高的粘性。当客户在研发阶段就采用了你的设计方案，后续的 PCBA 打样和中小批量制造自然也会交给你来做。这种设计加制造的双轮驱动，不仅提升了整体的毛利率，还让公司在面对2026年 AI 硬件、智能汽车、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快速迭代的研发需求时，具备了极强的响应速度和定制化服务能力。近80%的收入来自 PCBA 制造，说明它的设计引流策略已经成功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制造订单，商业闭环跑得非常顺畅，筹码分布的玄机，股东户数锐减背后的主力动向。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股东结构的变化，这往往是预判股价中长期走势的晴雨表。截至2026年3月31日，一博科技的股东户数为 1.81 万户，较上一期显著减少了 7.54%。与此同时，人均流通股达到了6447股，较上期大幅增加了 65.87%。这个数据组合在股市里通常被称为筹码集中的经典信号。股东户数减少，意味着持股的散户在变少，而人均持股数大幅增加，说明筹码正在向少数人，通常是机构、大户或长线主力手中汇聚。人均流通股暴增 65.87%，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且积极的指标。咱们不妨往深了想，在2026年一季度市场整体震荡分化的背景下，散户往往缺乏耐心，容易在波动中交出筹码，而主力资金如果看好公司未来的业绩释放或行业景气度回升，就会借机在底部或震荡区间悄悄吸筹。这种筹码的沉淀通常意味着浮筹被清洗得比较干净，后续一旦有基本面利好或行业风口催化，股价向上的阻力会小很多。当然，咱们也要结合股价位置来看，如果是在相对低位出现这种筹码集中，那无疑是中长线布局的加分项。业绩爆发的含金量，增收更增利，规模效应开始显现。说到基本面利好，就不得不提一博科技2026年一季度的这份成绩单。今年1月至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4 亿元，同比增长 28.16%， 实现归母净利润 1159.91 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272.69%。 看到这份财报，我的感受是，这不仅是一份合格的答卷，更是一份展现出高质量增长特征的答卷。在 A 股市场，我们常说增收不增利是伪增长，但一博科技恰恰相反，它的净利润增速 272.69%， 远远跑赢了营收增速 28.16%。 这种巨大的剪刀差说明了什么？第一，说明公司的毛利率在显著提升，可能是高附加值的 PCB 设计业务占比在优化，或者是 PCBA 制造端的产能利用率提高，摊薄了固定成本。第二，说明公司的期间费用管控做得非常出色，没有因为营收的增长而盲目扩大销售或管理费用。
在2026年宏观环境依然充满挑战的当下，一家硬件制造企业能够实现近3倍的利润增长，充分证明了其一站式模式在降本增效方面的巨大威力。这也印证了咱们前面说的，它的商业护城河正在转化为实打实的财务回报。分红诚意与机构持仓变动，理性看待外资的进与退。最后，咱们来聊聊股东回报和机构动向。分红方面，亿博科技自 A 股上市以来，累计派现已经达到 1.78 亿元，其中近3年累计派现 1.38 亿元。而在机构持仓方面，截至2026年3月31日，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通常代表北向资金，退出了10大流通股东之列。对于分红，我必须给亿博科技的管理层点个赞。近3年派现 1.38 亿元，对于一个净利润体量在千万级别的公司来说，这个分红比例是相当慷慨的。真金白银的分红，不仅证明了公司账面现金流的健康，更体现了管理层重视中小股东回报的诚意。在当前监管层大力倡导分红的大环境下，这种公司更容易获得长线价值资金的青睐。至于香港中央结算退出10大流通股东，很多散户朋友可能会感到恐慌，觉得外资跑了，是不是公司不行了？其实，咱们大可不必过度解读。北向资金的调仓换股是非常频繁的，退出10大流通股东，可能仅仅是因为其整体持仓策略的调整、指数权重的变化，或者是短期的获利了结，并不代表对公司基本面的否定。结合前面提到的筹码集中和业绩暴增来看，内资机构或主力完全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接过了筹码。咱们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公司业绩在好转，筹码在集中，而不是某一个单一机构的短期进出。总结与展望，在博弈中寻找确定的长线价值。站在2026年6月中旬这个时间节点，亿博科技呈现出一种短期资金博弈激烈，中长期基本面扎实的复杂面貌。一方面，两融数据的高位运行提示我们，短期股价可能会因为多空分歧而维持震荡，投资者需要警惕杠杆资金波动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公司设计加制造的一站式商业模式壁垒深厚，一季度增收更增利的亮眼业绩证明了其强大的盈利能力，而股东户数的锐减和慷慨的分红，则为中长线投资提供了坚实的安全垫。投资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对于亿博科技，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需要密切关注两融余额的变化和量能的配合，防范高位震荡风险。但如果你是着眼于未来2-3年的中长线投资者，那么在市场因短期分歧而给出合理估值时，这家在硬件创新浪潮中稳步前行且愿意与股东分享成长红利的公司，无疑值得放入你的核心观察池中。毕竟，在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里，能够持续创造价值并兑现利润的企业，最终都会得到时间的奖赏。希望今天的深度拆解，能让大家对亿博科技有一个更立体、更专业的认识。